新婚第一天，公公就因一道菜对婆婆大打出手。我想阻挠，却被公公训斥无礼，并扬言这是他们家武力服人的传统。眼看着老公也对我跃跃欲试，我心里兴奋不已。我终于可以释放心里的魔鬼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夏柔，人如其名，是一个看上去柔情似水的女人。我几乎具备男人们所期待的完美女友的所有优点。不管是10年如一日的形象管理，还是如何成为一个合格妻子的规训培养。因为从小我就被父母教育要成为一个温柔善良又甜美的女孩子，为以后嫁一个好男人奠定基础。他们时常教导我，女孩子一定要恭顺柔和，才能讨婆家喜欢，才能嫁一个好男人。你要是和外面那些皮猴子一样，我们就不要你了，再生一个听话的孩子。夏柔，谁允许你和人打架的？这是个女孩子家该有的样子吗？女孩子就应该穿裙子，穿什么裤子，像话吗？你和你哥哥能一样吗？哥哥是男孩子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如他们所愿。我从小就学会，无论什么情况，说话声音都不能超过40分贝。衣柜里一年四季都只有象征着柔美女性的裙子。长大后又听从他们的建议，报考了师范类学校，一毕业就做了老师，并很快和父母选中的男人周庆相亲。我年轻美貌又单纯，并且没有恋爱经验。周庆第一次和我见面就很喜欢我，由此我俩2个月内就完成了订婚仪式。订婚后，我严格按照父母的教导，在周家所有人面前尽可能表现出我的贤惠、知书达理等等任何能成为一个合格儿媳的优点。果然，周庆对我更加满意了。周家上下也很中意我这个儿媳。1年后，我们俩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婚礼。今天是我正式成为周家儿媳妇的第1天，我7点整准时起床，出现在餐厅准备吃早餐。按理说，早餐应该有阿姨做，但我却发现是婆婆在厨房里忙活。看到我，她没好气地冷哼一声。下次记得早点起床做早餐。虽然心里不满，但我还是扬起了标准的微笑，点头答应。饭桌上，公公周雄夹起一道卖相十分上佳的清蒸鲈鱼放入嘴里。只是刚入口，他就皱起了眉头，随即用筷子在菜碟里翻翻找找。直到看到了一点并不起眼的黄色，他原本看起来很是和善的一张脸陡然沉了下来，然后愤然把筷子摔到旁边的婆婆脸上。让你做个菜怎么就这么难？说了多少遍了，我不要看到菜里有一点点姜，就算放了也要夹出去。你是聋了还是死了？听不懂人话吗？说着说着，她忽然一巴掌扇在旁边的婆婆脸上，啪的一声很清脆，听起来应该是用了10×10的力气。然而这还不够，她很快就撸起袖子，一脚将原本端坐的婆婆踹到了地上。我被这忽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疼得站起身来，下意识想要去扶起浑身发颤的婆婆。脚步刚挪动，旁边的周庆就大力拽住我的裙摆。坐下吧，爸爸只是在教育妈妈而已，没事的。说罢，
周庆甚至好整以暇夹了一筷子水晶虾给我。吃饭，一会我们还要去赶飞机呢。见我仍是担忧，看向跪倒在地的婆婆，她还耐心同我解释：妈妈做错了事，受到惩罚是应该的，没关系，她已经习惯了。而且如果爸爸不教育她，以后还会犯错，不用担心，一会儿会有家庭医生过来。她说这话的语气，就好像面前正在挨打的不是她的母亲，只是一只宠物狗、宠物猫。而公公仅因为一点僵丝就对婆婆大打出手，这件事是十分正常且合理的事情。我的父母经常教育我要尊重长辈，听长辈和老公的话，毕竟只有温柔可人、听话乖巧的女人才能留住丈夫的心。按理说我应该听话，可是眼看公公已经拿起饭碗砸向婆婆，要是被他砸下去，婆婆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我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，上前拦住了公公最用力的一击。滚烫的粥洒在我的胳膊上，瞬间就红了一片。我忍下身体上的疼痛，温柔出声：爸爸，您是对姜过敏吗？妈妈今天早起做早餐比较辛苦，或许她不是故意的。我的本意只是想调节这样糟糕的家庭氛围，没想却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焦灼了。大概是公公从没想过会有人阻拦他，他先是愣了一瞬，然后定定看我一会，随即颇有些意味不明地扫了一眼周庆。周庆的脸上闪过一丝对我的不耐，但很快又掩盖过去。他好声好气地拉过我：老婆，我说了没关系的，爸爸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教育妈妈的，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咱们不该管。咱们新婚夫妻，你今天刚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一定要懂得这一点。夫妻之间有矛盾，应该是用这样的解决办法吗？虽然我的原生家庭也是男主外女主内，父亲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，但妈妈从没被爸爸打过。他们也没教过我，如果丈夫殴打妻子，应该怎么面对。听周庆这意思，他好像是认可这种解决办法的。可我总觉得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。公公没说话，大意是默认周庆的说法，又或者说他有些不满我的出手阻拦。我还想说话，一直沉默发抖的婆婆却比我先开口：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她脸上的红肿还在，面上并没有对我阻拦她挨打的感激，反倒是看我的眼神里带上了一丝怨怼，好像我的开口帮忙对她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我没想到我的帮忙对她来说竟然会变成负担。小夏呀，或许你不知道，我们家的规矩就是以我为准，谁的拳头够硬，谁就有说话权。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懂礼貌的好孩子，没想到竟然会第一天就顶撞我。亲家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？公公话里话外都是对我的不满，然而我的脑子里一直回想他最开始那句“谁拳头硬就有说话权”。这话在我的脑子里来回闪现，我不由得重复问了一遍：“您是说咱们家谁厉害谁做主？”闻言，公公和周庆相视一笑：“那当然，我们周家祖训讲究的就是武力服人，男人就是力量的象征。其实我从小就被严格教育是有原因的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天生神力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暴力情绪。5岁的时候，我就把邻居家试图猥亵我的叔叔下身打烂。那一次，我爸妈在医院里看到了令他们头皮发麻的一幕。
从那以后，他们看我的眼神里就带了一丝恐惧，尤其是爸爸，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怪物。我总能听见他在背后骂妈妈：“你看你这肚子，生了个什么怪物？力气大得吓人，可不能被人知道，不然我的名声就全坏了。”我知道妈妈不喜欢我，也知道爸爸忌惮我，所以我一直都很听话。他们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哪怕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只要能得到他们多一点爱，我甘之如饴。事实证明，只要我听话，他们确实会给我更多一些关爱，即便只有弟弟的1/10。所以当公公说出新家庭是以武力服人的道理时，我的内心仿佛炸开了一个巨型烟花。尘封已久的对自由的渴望，一瞬间被公公这番话撕开来，甚至都没有空去注意被公公打得嗷嗷叫的婆婆。许是我惊在原地太久，他们以为我被吓到害怕了。公公得意洋洋地打完最后一巴掌，开始淡定吃早餐。而我半小时后和周庆踏上了旅途。出发时，周庆还在教育我：“老婆，以后爸爸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要插嘴，长辈办事自然有他们的道理，我们听话就对了。”周庆在我耳边絮絮叨叨着，不停给我灌输周家男人为天的准则。老公，爸爸不是说咱们家以武力服人吗？我打断他。爸爸的意思是谁的拳头大听谁的，要是妈妈能反抗，是不是就全听妈妈的？闻言，周庆怔愣了一瞬，随即嗤笑一声，用一种十分不屑的目光打量了我一眼。是啊，没错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男人和女人本来就不一样，所以你也要听话，明白吗？不然我也会像爸爸教育妈妈那样教育你。我没接话了，内心的兴奋已然让我焦躁不已，要不是多年来养成了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性子，我一定要大笑几声。周庆说过，只要我不听话，他也会像公公那样打我。只要他动手，我就有理由释放压制在我内心多年的恶魔了。我实在太期待他被我反杀的那一刻了，所以这一路我都破天荒的很不听话。我颠覆了那个时时保持微笑的自己，对周庆说的话爱答不理的。这已经是我这些年来做的最严重违反父母教育的行为了，心里难免有些忐忑。不过只要一想到我很快就能和老公在武力上一较高低，不听话的犯罪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一开始他还算有些好声好气地同我讲话，没多久就耐心耗尽，板起了脸。等我们下了飞机到酒店，他便彻底爆发了。这就是你订的酒店？什么破地方，连个泊车的人都没有。有的人家只是帮别人停车去了。你看看这破房间，连个海景房都不算，退房，另外订一家。现在是旅游旺季，能订到这个酒店就不错了。周庆不懂，明明前一天还柔情蜜意的，我为什么新婚第2天就变了个人似的，一直和他唱反调。他皱着眉头看向我，眼里的怒火已经一点一点慢慢升起。而我不紧不慢地收拾着我们的行李，时不时还要再反驳他2句。老公，你要求太高了，这不是酒店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。如果你想换酒店，那你就定呀，不要总是什么都指望我，好不好？我是你老婆，又不是你保姆，你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哎！周庆怒了，周庆蠢蠢欲动了，周庆握紧了拳头。
虽然我在收拾行李，但我的余光一直关注着我的老公。我亲眼看见他撕破了那张一直对我温和的脸庞，脸上写满了怒气，举着拳头龇牙咧嘴地靠近了我。夏柔，我没想到今天就得教育你。或许在他拳头落下的那一秒之前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这个温柔得体、常年说话小声的女人，竟然能够硬生生接下他这个硬汉的重重一拳。我不仅用手掌生生挡住了他的拳头，还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周庆的脸上瞬间就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，他懵了，不敢相信地看向将他拳头包住的我的手掌。恋爱的时候，他最喜欢我这双手了。他说我的手指又长又细，特别适合弹钢琴。他经常会牵着我的手，温柔地摩挲着我的每一根白嫩手指。宝贝，你这双纤纤玉指可不能受伤，不然我会心疼的，太娇嫩了。所以他应该是从来没有想过，我这样一双看起来娇弱无比的手，能够把他堂堂一个男子汉的拳头给包裹住。也从没想过，我这双手能一个巴掌就在他脸上扇出一个形状分明的五指。周庆大概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他连脸上的伤都顾不上了，下意识对我挥起了另一只手。我就喜欢他这个不自量力的样子。啪啪啪，连着3巴掌，我把他左右脸都打匀称了。20个手指印在短短半分钟内就肿出了一个好看的形状。周庆捂着被打的脸，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大，嘴里支吾不清地骂着：“贱淫，你敢打哦！”我没好气地拍了拍他的屁股：“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想教育教育你。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家的祖训就是武力服人，我比你强，你就要听我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不嫌麻烦，就赶紧去订另外一家酒店，不然咱们就在这里凑合凑合了。”周庆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眼神里的不敢相信很快转变成了极大的愤怒，随手拿起身边的一个凳子向我冲来。我大喜你！他不会以为自己是因为被我出其不意所以才打到的吧？他怎么敢的呀？我都有点担心他了，所以下意识地收了一点力气。然而毕竟天生神力，所以那张凳子还是狠狠地砸到了他的脑袋上。该说不说，我的皮肤确实太过娇嫩，就这么和周庆闹了一小会，磕碰到的地方很快就出现了大片的淤青。至于周庆，相较我这些淤青，他的伤势显然更加严重，已经抱着流血的脑袋蹲下了。眼里的愤怒依旧存在，但是更多的是挨打过后疼痛引出的生理性泪花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他受伤的头和那张被我打肿了的帅气脸庞。老公，你流血了，咱们上医院看看吧。我不去，太丢我的脸了。我老公果然是男子汉，都这样了还这么倔强，我好喜欢。他不想去医院，我也没有强逼着他去，只好点了个外卖，让人送了些包扎伤口的东西过来。酒店自然没换成，周庆被我打过以后，一直抱着腿沉默坐在床上。他捂着被我强硬包扎过后的脑袋，一双眼阴沉沉地盯着我，也不知道想了些什么。或许还在想着怎么反击我吧，无所谓，长这么大我从来没在打架方面输过。我会让他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武力服人。老公，咱们晚上出去逛逛吧，
听说这边晚上有活动，我又变成了那个温柔的夏柔，小心翼翼地替他换药。只是我刚碰到周庆，他就下意识地颤了一下，随即反驳我：“去什么去？”话还没说完，我的手指就摁在他刚结出血痂的地方，钻心的疼痛让他吞下了后半句：“轻点，轻点，去就去嘛。”公公说的没错，只有受过教育才会听话。我打了老公以后，他果然变得温柔又听话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直到公婆打来视频电话：“儿子，你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啊？”视频对面的婆婆看起来都快要哭出来了。在她旁边端坐着的公公也是脸色铁青，只不过碍于稳重大家长的角色，没有那么惊慌。“夏柔，你怎么照顾小庆的？你们不是出去玩吗？怎么你好好的，我儿子变成了这样？妈妈，我们……”我刚想开口，就被周庆打断。“妈！”他没好气地瞪我一眼，尴尬地解释道：“我就是在这边碰着2个硬茬子，和人打了一架而已，没什么大事。夏柔也不是没受伤，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。”说完，他还特意撩起我的衣袖，展示那些被人打出来的伤痕。“看，他可不比我好。”说那话时，周庆甚至有一种隐隐的得意感，好似这些青紫都是他这个伟岸的男人弄出来的一样。我有些惊讶地看他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事实真相。我又不是傻子，明白自家老公爱面子，并不愿意说出我们互殴他却单方面遭到暴击的事。我保护了他的男人自尊，但他在公婆面前好像一下有了底气，对我又开始颐指气使：“给老子去买包烟回来。”我没动身，只静静看他。被我盯了好一会，周庆才改口：“算了，太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出门也不安全。”视频已经被他挂断，这会房间里又只剩下我和他2个人。我没怪罪他刚刚对我的无礼，开始自顾脱衣服。“老公，我们该同房了，妈妈说了，要早点怀上孩子。”我妈给我规划好了我的全部人生，20几年来，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听从她的指导，包括毕业就相亲，毕业1年就结婚，一结婚就要马上怀孕生子，此后相夫教子，美满一生。现在我已经结婚，当然要开始进行下一步。按理说，昨晚新婚夜，我和周庆早就应该已经坦诚相对了，但是周庆昨喝了个大醉，还没等洞房呢，他就像条死鱼一样瘫在床上睡着了。今天是我们婚后第1天，我必须弥补昨晚没有完成的步骤。想到这里，我将身上最后一件遮羞布脱下来。我自幼就被培养，身材方面可以说是1等1的完美，不管是前凸后翘的形曲线，还是盈盈一握的细腰，都是我10数年来日日坚持健身得到的成果。我完全有自信说一句，没有男人能够抵抗赤身的我。周庆当然也不例外，他眼睛都看直了，喘气的声音在房间里愈发明显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明明他都已经这样了，却硬生生按捺住了想要飞扑向我的冲动，还傲娇地朝我摇了摇头。我不。他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，好似在想什么坏主意。除非你答应我，再也不打我。我不明白，我露出困惑的神情。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不是你告诉我，这是夫妻之间的一种教育方式吗？我不是要打你，
我只是想教育你。我认真地告诉他，爸爸说了，我们周家祖训就是武力服人，我觉得很好，以后我会一直遵循这个传统的。说完，我翻身上床，对着周庆拍了拍旁边的位置。老公，快过来吧，我不想再教育你了。然而这场同房最终还是以我用拳头逼迫才完成。完事后，周庆哭哭啼啼地穿上裤子，缩到床角。离婚，我要和你离婚。离婚是不可能的。我和周庆的婚姻属于商业联姻，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事情，而是两个集团的事情。自打第一天认识，我就知道下半辈子会和这个男人不死不休。况且我觉得周庆挺好的，相貌上等，家境上等，智商学历也上等，是一个完美的构建家庭的对象。抛开这些不说，他还打不过我，以后都会听我的，这样的结婚对象再完美不过了，我怎么可能和他离婚？周庆当然也知道不可能真的和我离婚，他恶狠狠瞪着我，用他自以为我听不到的声音嘀咕着：你给我等着，等你怀孕了，肚子大了，看我不打死你。近1个月后，我在蜜月即将结束的前一天，成功在验孕棒上看到了2条杠。大概是被我教育成功，又或许是打算在我怀孕以后的虚弱期再夺回一家之主的权利。周庆这段时间都很听话，没有闹什么幺蛾子，我们还算和谐地度过了这个蜜月。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后，他笑得牙齿都要咧到耳后了，一直不怀好意地上下扫视着我，那目光仿佛在看一只待宰的羔羊，打量着哪一块肉最好下手。我没在意他心里的那点子小九九，成功怀孕的喜悦让我再一次坚定了自己要做一家之主的决心。我不仅要掌管和周庆这个小家庭，我还要做整个周家的一家之主。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，也不知道周庆怎么忽然想通了，他居然放下了面子，在蜜月期间偷偷将我把他揍得脑袋开花的事情告诉了婆婆。所以当我们结束蜜月，一进家门，我就被婆婆要求跪下听训。夏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打你的丈夫！你们夏家教出来的女儿这么没家教的吗？我以前还以为你是个懂事的，倒是看错你了。婆婆心疼地摸着周庆早就已经愈合的伤口，明明那疤痕不过指甲盖大小，她却表现得好像天都要塌了一样。儿子，还疼吗？这个毒妇居然敢打你！我就知道这个小贱人不是什么好人。见我依旧直挺挺地站在原地，她生气地顺手抄起旁边的花瓶朝我扔来。你是聋了吗？我叫你跪下。我轻轻松松就接下了花瓶，并十分自然地将它放回原处。妈妈，这只花瓶是我的陪嫁，价值10万呢，您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！没有看见想象我被打中的画面，婆婆更生气了，抬起手冲到我面前就想扇我巴掌。我轻而易举挡住了婆婆的手，并回敬了她一巴掌。因着她是个女人，我格外收了90%的力气。然而她还是被我这一巴掌扇得整个人都几乎要飞出去。周庆在一旁看得两眼发黑，着急得连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妈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她力气很大，先不要惹她吗？等她肚子大了再教训她。话一出口，她立刻意识到了不对，2只手死死捂着自己的嘴，惊恐地对我摇了摇头。老婆，
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笑了笑，并没有搭理她。婆婆被我打了这一巴掌还不够，清醒后又朝着我冲了过来。你竟然敢打我，小贱人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我不耐烦地又给了她2巴掌，这一次只收了70%力气。婆婆的脸一瞬间就变成了2个大肉包子，两边嘴角都渗出了鲜血。没想到婆婆这么不抗揍，我有些尴尬地搓了搓手。不好意思，没想到妈妈这么容易受伤。我已经收了力气了，足足收了70%呢。我满意地看着婆婆露出惊恐的眼神，随即将视线放到一直坐在客厅装聋作哑的公公身上，意有所指说道：妈妈，爸爸说了，我们周家的祖训就是武力服人，以后我不仅要教育你，教育周庆，谁不听话，我就要教育谁。果然，一直静静看着我们3个胡闹的公公终于开口了。他睨着我，小夏这意思是还要教训我这个公公了。公公年近50，但保养得当，看起来不过40岁。听说他年轻时就喜欢打架，结婚后也每天坚持高强度训练，和一直吃喝玩乐的周庆很不一样。他是有肌肉的男人，但是奈何我天生神力，所以他依旧败在了我的巴掌下面。该说不说，周家的遗传基因真的很强大，例如不服输。打第1个巴掌时，公公不敢置信地看了一眼自己被我制服的拳头，随即很快又不服气地挥出了第2拳。结局不言而喻，他被我完完整整地教育了一通。不过我只扇了他2巴掌，剩下的拳头都落在了他身上不容易落痕迹的地方。毕竟他是周氏集团的董事，脸上伤痕过重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麻烦事故。半个小时后，公婆和周庆3人全部被我轻轻松松制服，坐在了沙发上听训。可能你们没听过，我从小就天生神力，所以不要试图反抗我。我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。男人不是力量的象征，我才是。遵循着我们周家以武力服人的传统祖训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一家之主。公公您先别说话，听我说，周氏集团这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如果没有我们夏氏的资金投入，周氏破产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所以您别想着放弃我这个儿媳妇。而且我已经怀孕了，从现在开始到我生下孩子脱离哺乳期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只要我不愿意和周庆离婚，那他就离不成。您好好考虑咱们家的情况，也好好考虑我说的这些话。我不是来拆散这个家庭的，我是来加入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发扬我们的祖训。作为一家之主，我今天要说的第1条规矩就是，不允许家里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某道菜或者某件衣服对另外一个家庭成员大打出手。闻言，公公露出一副吃了奥利给的表情，想说些什么又吞了回去，脸色黑得不像话。见到公公都默认了我的说法，婆婆再不乐意也只能闭上了嘴。至于周庆，作为现场除我之外没有负伤的唯一一个人，他瑟缩在沙发角落，大概是生怕我找他麻烦，连个眼神都不敢给。等我发表完我的言论，他才讪笑着抬起头看我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对不往西。我很开心他的识时务，像摸小狗一样
摸了摸她的头。真想让妈妈看看我们有多恩爱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还没找到空闲回去，我妈就上门来了。我妈出现在周家大门口时，我正在教育第 N 次试图反抗我这个一家之主的婆婆。从蜜月结束到现在，过去了1个月的时间，公公被我教育了8次，周庆5次。现在只要我一抬起手，这2个男人就会下意识地说出我错了3个字。只有婆婆又菜又爱玩，总是想要挑战我一家之主的权威，可她偏偏是个不经揍的孱弱身体，我每每还要注意教育她的力度。婆婆甚至还想报警，不过报警电话还没拨通，就被公公将手机扔出了大门。你想让新闻媒体明天通篇报道我们家的丑事吗？我看得出来，除了周庆是真心服气我，公公内心是不满意我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周家甩不掉我，公公又打不过我，所以他只能维持现状。至于能维持多久，他们会不会趁着我孕期虚弱时候夺回掌家权，这是我要考虑的事情。我没想到婆婆会向我妈告状。等我看到手机上10几个未接来电时，妈妈的声音就已经出现在了门口。夏柔，你怎么可以打人？尖锐的指责声中有着10分的愤怒。我妈发起火来，我一向承受不住，倒不是担心她打我，而是担心她不爱我了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她不应该生气，所以倒也没什么害怕的。很早以前她就说过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有朝一日我嫁出门，就是别人家的人，要严格按照别人家的规矩过日子。我认真听了她的话，也严格按照周家的规矩在执行，她不应该怪罪我。所以当她问出我为什么要对公公婆婆出手时，我自然而然地告诉她：妈妈，这是周家的事情，您作为我的娘家人，不应该插手。我新婚第1天，公公就说了家里祖训武力服人，谁最强大，大家就听谁的。这是周家的规矩，他们都认可这个规矩，哪怕是您，也不能来破坏。而且妈妈，我觉得您对我的教育有一些片面。您曾经说，只有对丈夫言听计从的女人才能抓住他的心，这是不对的，或者说这是片面的。例如我和周庆，我觉得他更中意能够打服他的女人。说着，我朝周庆露出了一个笑容。老公，你来告诉妈妈。明明我笑得很温柔，周庆却惶恐地抖了起来。是的，柔柔说得对，我就喜欢她这样强大的女人。我妈被我这番话惊得睁大了眼睛，她看了看舔着个脸对我笑的周庆，又看了看我，半天都没再说话，脸上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。周家上下，只有婆婆对我颇有微词，2个男人都说没关系，所以妈妈只能带着一肚子问号离开了，徒留下满是茫然的婆婆留在原地。我已经对她提不起教育的兴趣了，反正这个家里以后都会是我说了算。我相信，只要在我的领导下，周家的家庭氛围会越来越和谐，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。至于公公那点子小心思，我完全没有放在眼里。他低估了我的智商，也低估了我的力量。无妨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他知道新媳妇是如何整顿一个旧家庭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
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